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7月7号。那昨天呢，上证指数大涨涨了5.7%，那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券商和银行两个板块呢也都是接近涨停。再加上上证指数连续涨了5天以前不是有个说法嘛，3根阳线改变3观那现在已经有5根了可以说是3观已经接近颠覆了。那很多人呢也觉得牛市要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讲2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就说一说 A 股的大牛市是不是真的来了或者准确的说，如果有个坐标图的话，现在的 A 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第二部分呢就说一说为什么经济越差股市越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都疑惑的这个问题， A 股是不是牛市要来了？那其实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呢是 A 股的牛市早就已经开始很多人只不过是刚刚发现。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图。那这个呢是创业板指数。那创业板指数呢可以说是这波牛市一个代表性指数大家可以看到，那这波牛市呢其实从19年1月份就开始了。那如果大家熟悉当时背景的话当时呢是从券商的迅速大幅拉升开始的券商中的典型代表和龙头股是中信建投。那大家可以看到中信建投的这个走势如果从这个18年10月份最低点的5块5毛6一路涨到现在基本都快接近翻了10倍。那券商呢可以说是把这个架子把这个舞台搭好，那基本呢剩下的就是各个板块的表演。那板块里面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科技板块是一个主导板块然后紧接着消费板块，最后是医药板块，都有非常充分的演绎。那里面呢都有很多的大牛股。那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创业板指数可以看一下它的这种3波的上升的走势。那第一波呢是从19年1月份到4月份之后呢5月份因为受到贸易战升级的影响，就是川普在5月5号当时宣布这个2000亿商品的关税从10%加征到25%所以5月份有个回调。那之后呢就是第二波，从这个19年6月份一直走到2020年的2月底然后在3月份呢这个整月因为受到这个美股连续暴跌熔断的影响来了一波回调。那之后呢就是最后的一波上涨，就是从3月份一直到现在。那对股市有了解的朋友大家知道这个是标准的一个5浪结构就是3波这个上升浪，2波回调浪整个牛市的周期呢从19年1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已经走了1年半了所以说你说牛市是开始了呢，还是这个在这个疯牛走向结尾了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那行情走到今天呢，科技板块、消费、医药都已经涨了很多了行情呢开始向金融、地产等周期性的行业开始迅速蔓延也就是所谓的低估值板块大家也感受到了，行情从上周开始呢进入一个疯牛模式走得非常急，走得非常的燥燥热的燥那尤其是券商板块和银行板块非常的夸张。那2个板块里面的个股呢可以说是全部涨停，尤其是这个银行。那我查了一下这个是历史上第2次整个板块的一个涨停那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第1次这个银行板块的集体涨停是什么时候那我告诉大家，这个06、07年大牛市都没有出现过，09、10年的这个熊市的大反弹也就是当时4万亿以后的一个大反弹也没有出现过。14、15年当时也是一个超级大牛市，也没有只有一个时候出现过。那这个时候呢就是2015年7月6号，当时国家队出手救市的时刻当日呢银行板块全部涨停。那除了那次以外呢就只有这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谁能有洪荒之力能把银行整个板块都拉到涨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金融地产板块在这个上证50沪深300板块里面的一个权重的占比那先看一下这张图。那在上证50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金融地产的板块权重呢高达61%你看这个第一大权重中国平安，那一家公司呢就占到16%的权重权重大家理解吧，就是它这个你比如拉抬中国平安这个拉抬一只股票拉1%，那对整个上证50的指数这个影响就是0.16%就是16%的权重。那贵州茅台呢你可以看到是占到10%的权重。那茅台呢现在已经是 A 股的第1大市值的公司达到2.01万亿市值。那我昨天呢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在港股和 A 股上市的所有整车企业的市值加起来才1万亿出头。那一家茅台的市值呢可以说是整个所有整车企业市值的2倍所以说不愧为中国的液体黄金中国的第一神酒。那我们再看这个第2张图那第2张图呢就是沪深300指数里面个股
板块各个板块权重的构成情况啊，可以看到金融地产加起来呢还是可以高达39%的权重，也非常大。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你拉这个金融地产啊，也就是在拉上证指数，它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好，那我们接着再说一下，就是这波行情啊发起的原因啊，从19年1月份一直到现在持续1年半，这个行情这个发起这几个因素，那我总结为4个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2018年的4次降准啊，大家知道这个在2018年当时年中的时候 P2P 开始暴雷啊，然后这个4月份以后经济开始转差，包括结合叠加了中美贸易战，所以18年呢4月份以后就开始降准，那连续有4次降准。那4次降准呢累积的效应在2019年初就开始爆发出来。大家知道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实质效应它有一定的延后效应，所以等到2019年呢这个货币的刺激政策的效应就开始凸显出来，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刘鹤副总理当时的讲话我不知道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股权质押的问题非常严重两市3000多只股票，接近90%的股票都有质押的问题，然后又有接近这个很大比例的一部分这个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问题接近暴雷当时这个央行还和一些上市公司开了会当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报道出来，这个东方园林的这个董事长何乔女当时还跟这个央行行长易纲有个对话跟他讲说，如果你给我一个牌照，给我一个银行牌照，我帮你把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救出来，对吧？还有这么一段对话。后面呢又出现了很多这个纾困基金，对吧？纾困基金去解救这些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官方开始意识到这个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问题非常突出需要解救上市公司，这是第二个背景。那第三个这个背景因素呢，就是这个神秘的北向资金。那关于北向资金我给大家这个看一个图这个是数据我们拉出来以后做出来的一个图。那看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北向资金从2019年初一直到现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净流入的大家可以看这个蓝色的那个是沪股通的净流入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是深股通的净流入两个叠加起来就是这个北向资金的净流入。那可以看到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净流入的状态。那我们统计完以后呢，2019年北向资金的净流入的总额呢是5025亿。那2020年呢，截止到现在的这个北向资金的净流入是3739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北向资金呢其实发挥了一个带头大哥的作用是一个资金流入的一个风向标，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那这是第三个因素。那第四个因素呢，就是中美科技战这个背景下领导板块，尤其是科技板块的崛起大家知道中美科技战竞争的非常激烈尤其是对华为的制裁，使大家意识到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这个硬核科技的公司和硬核科技的板块的崛起所以说整个市场弥漫的对这种科技板块崛起的一种憧憬和这种情绪所以说科技板块是整个这次行情的一个主导板块和领导板块。那好，这是4个因素就是这一波行情能够发起的一个4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刺激因素第二个就是官方对股权质押问题的重视，第三个就是神秘的北向资金，第4个就是中美科技战背景下对科技板块崛起的这种憧憬。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另外2张图这个图呢是2020年申万各个行业的这个涨幅，就是2020年一直到截止到6月30号这各个板块的涨幅。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时候呢这个涨幅靠前的这些板块都是生物医药消费电子食品饮料计算机休闲服务，这些是涨得靠前的。那涨得不太好的呢，就是银行采掘业这些交通运输所谓的低估值板块。那这几天涨的是什么呢？就是从7月1号开始这3-4天涨的什么呢？大家看这张图那就反过来了，恰好是这些低估值的房地产金融这个采掘业黑色冶炼这些板块开始迅速上涨因为这个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整个这些之前的这些板块被挖掘完了以后高估值的板块都涨过了以后那就开始这个资金呢开始流向这个低估值的这些板块。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整个 A 股就是各个指数的一个估值的大体情况那大家可以看到最先可以看一下这个创业板的估值
创业板的这个创业板指的估值呢，现在是67倍啊，它这个用的是动态市盈这个滚动市盈率，叫 TTM 啊。什么是滚动市盈率呢？就是说把最近的4个季度的这个业绩加起来啊，作为这个业绩的基数算出来的一个市盈率。那静态市盈率大家知道，如果是静态市盈率呢，就是跟上一年的去比，对吧？如果是动态市盈率呢，就是跟这个就是比如说2020年整年的一个预测数去比啊。所以说最接近比较有效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滚动市盈率啊，就是最近4个季度的数据作为基准。好，那其实因为去年2季度、3季度、4季度的业绩呢，肯定是比今年的2、3、4季度要好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算2020年的这个业绩的话的市盈率的话，肯定比这个67倍还要高啊，可能是在80、90倍啊。因为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嘛，整个1季度、2季度、3季度、4季度啊，业绩可能会比去年还是差很多。那这是一个估值的情况。那大家看到上证指数啊，包括上证50这些估值好像比较低，14倍啊，10几倍。那实际上是因为主要是银行把他们拖累了啊，银行的估值这些年一直在下降啊，从10倍到8倍到7倍，一直到降到现在5倍、6倍啊，降到非常低的一个估值。那银行的低估值当然是有它的背景因素的，对吧？这个包括坏账的问题、资产规模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整个银行的估值拉低了整个上证指数的估值啊。如果剔除掉银行的话，那估值也不会这么低。这是一个。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整个业绩啊，4个季度业绩的情况。那可以看到，在这个今年2020年第1季度的时候啊，整个各个板块的业绩都不理想啊，这个主板啊、中小板、创业板业绩都是负增长。那这个时候，但是股市的情况却非常好啊，股市却在暴涨。那我想说一下啊，就是行情到了现在呢，因为成交量已经上去了啊，昨天是1.5万亿的成交量。所以行情呢可能也不会马上结束啊，但是会有2个事情发生，一个呢就是大幅的震荡，再一个呢就是板块迅速的轮动。那前期呢已经涨了很多，演绎的很充分的这个科技、消费、医药最好少碰啊，因为很难再涨了，已经演绎的非常充分了。那最后这一波的行情呢基本就是在这个没太涨过的这些板块啊、低估值的这些板块啊和个股里面挖掘。那最后呢我想再说一下，就是不管你观察中国的股市还是美国的股市啊，尤其是其中一些领导股啊，你比如说 A 股的茅台，第1大市值股茅台，美股的苹果啊，这都是最大的市值公司。那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他们的走势图啊，已经可以看到一波比一波陡峭啊，从下面上来一波比一波陡峭，而且都是加速赶顶的一个态势。那央行放水的这个效果呢你不得不说这个威力真的很大啊，就是很多公司都已经这么大的市值了，但是只要经济一遇到困难，全球央行一进行货币刺激，那不管多大的市值呢公司涨起来都是轻飘飘的，而且还是加速上涨。那 A 股的茅台呢涨到2万亿人民币的时候，涨到2万亿人民币的市值，美股的苹果呢涨到1.5万亿美元的市值啊，那这个呢是全球自2战以来就是这个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以后，整个70年积累的这个货币总量非常庞大。那我们现在呢处于一个全球历史上一个非常高水位、高货币这个能量的平台期。那这么高的一个平台，或者这么大的这个货币的一个池子稍微呢做点信贷刺激释放出来的货币的绝对量就非常不得了。那比较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央行放水走到今天释放出来的货币，这个离普通人可以说是越来越遥远离底层的民众那就更遥远了，可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那普通人，尤其是这个没有持有金融资产或者是房地产的人这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的货币刺激基本跟他们没什么关系。那我以前说过，就说央行的这个刺激政策它对资产所有者有利对劳动者不利其实也就是说资产回报率呢把这个劳动生产率远远的甩在身后。穷人呢用劳动维持生计而不可得，富人呢用财富创造财富，反而被央行所庇护。好了，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中国股市目前所处的位置从19年初到现在呢，以创业板为代表的这个行情可以说已经进入第3浪也就是最后的疯牛阶段。那资金呢开始向低估值和以前没有涨过的一些板块和个股蔓延。那在最后的疯牛阶段呢板块的轮动会非常快，波动幅度也会很大，那大家呢且行且珍惜。最后呢给大家讲了这个经济越差股市越牛那这一切呢其实都归因于长期的货币刺激政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